你刚穿越到艾斯美拉达，就被艾美拉鲁王收养为义子。距离贝利亚入侵这里还有5-6年，为防止成为最快嘎掉的穿越者，你第一时间来到行星阿努，在触摸了下蓝脖子上的帕拉吉碎片后，便听到一道神秘的声音在脑海响过，随后登上飞船离去。侍卫很是疑惑，殿下，我们跨越了半个宇宙，就这么回去了？你摆了摆手，此行目的已达成，回去吧。待侍卫离去后，你从口袋里掏出一柄红白相间的短剑，净化信赖者。但我可不是可命的势能者，而是尊贵的诺亚人间体。原来在触碰到帕拉吉碎片的那一刻，你见到了宇宙的第一道光，诺亚，他将自己的光赠予了你，成为被勒死成为诺亚奥特曼唯一的人间体。当然这不是免费的，由于你提前接触诺亚，导致大宇宙的黑暗和光明失衡，因此需要去执行一些任务，过程中会从奈克瑟斯慢慢进化成诺亚。7天后，你告别了艾美拉鲁王，掏出进化信赖者，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下变身成奈克瑟斯离去。没多久，你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稍微观察一番，便清楚这是所有奥特的新手村迪迦剧本。此时正是 TPC 刚刚改组成立，连胜利队都还不是完全体，而世界又因为自己的出现，导致会提前很多灾难。3个黑暗巨人斯菲亚、加坦杰厄、基里艾洛德之神，以及比加坦杰厄还要大的蜗牛妈妈达拉邦都有可能出现。于是乎，你先去找泽井总监摊牌，准备把 TPC 战力搞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沉寂了3000万年的露露耶上空出现了一个金色漩涡。露露耶，黑暗3人组，不知道你们比起卡尔米拉那3家伙魄力又是如何呢？说着时，一道金色身影缓缓走出，只见他双手打出一发金色能量，破开了3000万年的封印，窜入黑暗3人组的计时器里。伴随着石块破裂的声音，小金人神秘一笑：迪迦奥特曼，你留在各个世界的传说太多了，如果没有了你，未来一定会相当有趣。岩壁消失在露露耶上空。另一边，你找到泽井总监，在他面前拿出进化信赖者。当感受到那一跳一跳的光芒，仿佛在引动自己的心跳时，泽井不禁开口询问：你是光吗？你笑了笑：我既是光，也是人类。来到此地，就是因为光与人类的羁绊，也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使命。从很久很久以前，亦是如此，至此亦数已成。泽井毫无保留地选择相信，很荣幸能够作为人类和你交谈。我是 TPC 总监泽井。你伸手一握，光的纽带，陈平安。没多久，泽井颁布新条例， TPC 大规模化发展武器，顺带拿出许多先进设计图，都是你从艾斯美拉达顺过来的。这一举动令全世界都诧异不已。向来喜爱和平的泽井总监，怎么会一反常态呢？ TPC 运输部宿舍内，大谷在睡梦中惊醒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个黑袍女人掐住我的脖子，还不断叫我迪迦？然而当大谷去洗漱时，发现脖颈处居然有5个手印，这好像并不是梦。露露耶一记，卡米拉睁开了眼睛，找到了，她和3000万年前一模一样，不过现在好像还是个人类，并没有成为迪迦。达拉姆疑惑：那你知道是谁提前解开封印的吗？卡米拉摇头，不知道。但不管是谁，我现在只想找迪迦报仇。大概再有2年时间，我们就能彻底破开封印，届时也能知道是谁在算计我们。1年后，胜利队基本组建完毕，唯独大谷与野瑞还没加入。居间会依旧是队长，而你则任副队长。正巧地球出现第一个外星人黛西马尼亚，泽井就在附近，先行过去查看。当居间会与你赶到时，发现天空中有着许多小型黛西马尼亚， TPC 队员也都在奋力攻击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黛西马尼亚飞出，瞬间击杀了数十个 TPC 队员。接着一道红色光束弹朝泽井发射。总监！居间会第一时间护在前方，脑海中已经闪过走马灯。然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，看到一道金色的光照着自己和总监，而你则站在他面前。队长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啊！岩壁左手握住进化信赖者的剑鞘，拔出，光芒闪烁间，两人看着你的身躯忽然变高，再高，还高。顷刻间，一个身高49米的银色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光之巨人，怎么可能？地球上还有其他复苏的巨人？泽井则狠狠地吞了口唾沫，这就是你真正的样子吗？而居间会则狠狠地掐了一把大腿，不痛，原来是做梦。你当然感觉不到痛，因为你掐的是我。居间会这才反应过来，再度掐了自己一下，好疼。但眼前的就是光吗？见黛西马尼亚朝你直线冲来，你露出不屑，全身散发红色光芒，旋即伸出左手，黛西马尼亚当场定格在空中，气场幻影，奈克瑟斯的经典招式。接着十字光线风暴，轰！巨大的黛西马尼亚当场炸裂，化成了地球能量循环的一份子。你开心的笑了，能用超能力和光线，谁搁那近身肉搏？另一边，泽井也坐上救援车离去，可还没开多远，汽车缓缓升起。总
总监！居建辉刚想上前营救，却被几个小型黛西马尼亚阻拦。眼看汽车要被吸到天空之际，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年轻人一跃而上，麻利的大开车门，带着泽井跳到地上。见计划失败，黛西亚马尼军团也随之离去，留下一句狠话：可恶的人类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泽井笑着望向眼前的小伙子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刚才不害怕吗？报告总监，我叫袁大谷，保护您是我的职责。说完，大谷潇洒离去。泽井看了眼他的背影，内心感到一股羁绊。此时离开的大谷还不知道 TPC 最牛逼的存在将成为他的兄弟。不远处，三个黑暗巨人的投影缓缓现身。达拉姆摇了摇头，迪迦还是那么忙。希特拉耸耸肩，他不忙也不是迪迦了。回去吧，我们一天只能投影半小时。不久后，大谷获得录入胜利队的机会，但需要经过半年多的训练，由你亲自执行。主要原因是想把他打造成法王，尤其是断脚狂魔这点。万一以后脾气上来了，把我的诺亚之翼当脚给砍了怎么办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谷经历的训练那叫一个惨。你坐着皮划艇，拿着皮鞭，追着他疯狂鞭策。大雄，打死开他，打死开他！啊！痛死了！大谷边嘶吼边疯狂往前游。结束后，你又开来一台吉普车，对着他就是地板油。太球，太球！我他妈要是真的不理解！这一刻，你总算体验到拐杖新人的快乐，就是不知道大谷有没有体验到凤元的快乐。眨眼间半年已过，某天早上，大谷鼻青脸肿的：队长，我做噩梦了，有个黑袍女子称呼我为迪迦，边喊还边殴打我，足足打了5个小时。闻听此言，你震惊了。大谷有个泼天的富贵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得住了。夜幕降临时，变身成奈克瑟斯来到露露耶附近，黑暗三人组直接冲了出来。三位好，大晚上的出来遛弯啊！卡米拉盯着你看了半天，你不是3000万年前的巨人，但我没兴趣管，只要别妨碍我找迪迦报仇就行。你摆了摆手，你们找迪迦报仇，干我家大谷做甚？大谷就是迪迦！达拉姆忍不住插嘴，真正的迪迦早已离开地球，大谷只是有他的基因罢了。希特拉姆不屑，别以为你也是奥特曼就能吹牛皮，现在3打1，优势在我。卡米拉沉默片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没错，你笑着点点头。卡米拉，你只是恨迪迦投向光明时为何不带上你，没错吧？卡米拉点头同意。对的，如果能再见他，我一定要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带我一起。什么光明与黑暗，我根本就无所谓。说着时，卡米拉的恋爱脑彻底爆发。你提出建议，你们留下来帮我和大谷打败那个鹦鹉螺，我带你们去找真正的迪迦，如何？达拉姆懵了，打那玩意儿？当年如此头巨人都没打过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能赢？ Shut up！ 卡米拉做出决定，我答应你，但万一打不过，我们会提前跑路。成交。待你离去后，达拉姆也同意卡米拉的决定。希特拉急了，你们这就要转投光明了？那我怎么办？达拉姆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他，哥几个都变成光之战士了，就你还是个黑暗奥特曼，你也不想被我们几个代表正义消灭吧？一日，大谷来到训练场，就看到你一脸坏笑，准备好迎接泼天的富贵没？顿时大谷感到毛骨悚然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黑暗三人组从你身后走出，他们是绝对的高手，从今天起负责你的训练。高手有多高？大谷疑惑。你淡淡报出3组数字，一个49米，一个62米，一个57米，够高没？一旁居监会看着3个人开始狂揍大谷，有点不忍心。我看他们不像训练，反倒是有点私人恩怨，下手那股狠劲不像是装的。你笑了笑，有仇是真有仇，但不会打死，因为他们是真的能让大谷熬成汤。